知道今天找你小子过来的目的吗？您如果穿的不是军装，可能我没有方向，但就凭您穿的这身军装，显而易见您是打算以山青军区总司令的身份跟我进行对话了。而我唯一能跟山青军区扯上交集的点，便是九州安保，所以您是冲着九州安保的事儿找的我吧？九州安保现如今已经引发了全世界的聚焦，如无意外，不久之后山青军区很有可能会面临一股注定不会小的压力，这些你应该能够意识到吧？不得不说，九州安保当前的局面是我始料未及的。在这之前，我甚至是想过有可能会出现的无数种情况，唯独这种突然举世聚焦的局面是我不曾想到过的。这种情况属实是太过于意外了。意不意外的，现在已经没必要去说了。事实是九州安保当前已经暴露在了全世界的眼前，很快估计全天下都会知道九州安保全员皆为退役军人，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退役军人。到那时候，山青军区乃至于华国军方都潜在着被推到风口浪尖的可能。若是局面走到那一步，你的九州安保估计也不会太好过的，因为到时候很有可能会在暗地里成为其他国家眼中的众矢之的。这些我相信你应该是能够理解吧。所以叶司令的意思是什么？我想先问问你，面对我所说的这些，你打算如何去应对？要说应对之道，只能是以不变应万变了。毕竟总不能就地解散九州安保吧。而除了解散这个选项之外，能做的也唯有顺其自然了。你可以顺其自然，那山青军区呢？叶司令，您这话就有点为难人了呀。怎么着？叶司令，九州安保跟山青军区之间本身就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合作呀，这就算想割席撇清关系也没处下手啊。彼此间的交集也只有山青军区给咱们九州安保输送一些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退役的军中精锐，但这并不涉及到什么踩线违规啊。咱们九州安保还可以说是帮军方解决了一个难题，解决了如何安置退役军人的复员安置问题。基于咱们双方之间的各种关系所在，就叶司令您刚才说的那句话，那不是耍流氓呢吗？啥玩意？他叶仲文耍流氓？霎时间，两星将军被气够呛。这时叶松继续道：叶司令，其实真要说的话，我觉得您多少有点多虑了。您所说到的山青军区会面临一股注定小不了的压力，说白了那也是军方高层之间的博弈压力吧。如果是的话，您大可放心，搁在以前或许我不敢说那话，但现在我敢非常笃定地告知您，在国内只要九州安保没踩线没违规，没人能够成功做得了九州安保的文章，更不可能利用九州安保的事儿去对付得了山青军区跟你们老叶家。这就是我要说的。说到最后，叶松在掷地有声中满是自信、从容跟坚毅。在叶松的这般言之凿凿下，叶仲文皱起了眉头来。小叶，我知道老王家现在被你拿捏着，但是想找叶家麻烦的可不仅仅只是一个老王家。另外，华国高层之间的博弈可不仅仅是局限在四九城那几个世家中而已，盼着老叶加入破绽的大有人在。不说别的，只要搬动叶家哪怕是一个角都好，受益的都会是很多很多人。所以只要老叶家行差踏错一步，马上就会有很多人跟鲨鱼嗅到血腥似的蜂拥围来啊！这就是当初程英回来说九州安保的事儿时，我为何不答应的原因，因为叶家承受不起那种代价。叶老，虽说我是从市井底层走出来的，但我还是不至于肤浅到意识不到您老所说的这些问题的。如果说九州安保有紫金庙堂背书的话，还有人能够成功利用九州安保的事儿去做你们老叶家的文章吗？什么？啥玩意？九州安保有紫金庙堂的背书？刹那间，叶家三代人同时瞪眼惊呼。叶松淡淡点了点头，在叶敬明、叶仲文、饶氏、叶成英都不外乎的不敢置信眼神下，叶松轻吐浊气，接而道：前段时间我与紫金老总见过，老总亲自过问了九州安保。当然了，过问的背景是出于九州安保在缅南制造的园区事件之后，我向老总坚定表明立身立场以及九州安保的立场。话声至此戛然而止，叶松没再往下多说之后的事儿，而叶敬明跟叶仲文则是不由下意识的相对视，彼此眼中惊异满满。不等叶敬明或者是叶仲文作声，叶松想想，再又笑着补充一句：对了，老总在九州安保的事上还曾说过一句，原话是这么说的：叶家在九州安保的事上算是做了一个英明的决定。你小子不是张嘴就来吧？我再怎么张嘴就来都好，也不敢用老总来作为我满嘴跑火车的对象啊。如此说来，子季那边是真给九州安保背书了。所以你们老叶家压根不用去担心会因此遭到麻烦，更无谓去担心九州安保的事儿会牵连到山青军区，该如何就如何，顺其自然即可。叶敬明跟叶仲文闻言双双沉默起来。不得不承认，如果九州安保真有紫金内阁背书的话，那他们叶家别说会不会遭到什么麻烦，恐怕连压力都不会存在。既然如此，叶家还有什么事能够为你做的吗？叶老放心，到了有需要的时候，我指定不会跟你们叶家客气的。叶松不假思索的应言笑作。随着九州安保的话题结束，再是一番家长里短过后，叶松也适时的主动告辞了。老爷子，您老怎么看？什么怎么看？九州安保的问题。你怀疑那小子说的不靠谱？
虽然我不认为他会在那些问题上满嘴跑火车，但要是说紫禁内阁去为九州安保进行背书，这属实是过于匪夷所思了。不得不承认，那的确是极其的匪夷所思。就我对紫禁内阁的了解，按道理说紫禁内阁是根本不可能会去为这么一家性质敏感的公司进行背书的，能做到睁只眼闭只眼的放任不管，本就已是极其难得了，更何况是所谓的为其背书。但是发生在那小子身上的匪夷所思情况实在是太多了。老爷子，我是这么想的，如果说紫禁高层真为他的九州安保进行背书，那是否可以理解成紫禁内阁有意将九州安保练成一把能为华国在背地里披荆斩棘的利剑？不排除这种可能，毕竟上次缅南园区的事件对紫禁内阁来说就是一个尤为直观的参考例子。而另一边，驾车从叶成英家离去的叶松，不经意往窗外望去的那一刹那，一道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背影映入眼帘。这不张爱国张老呢吗？可不等叶松停稳汽车，当看到伴行在张老爷子身边之人的侧脸时，叶松脸上的笑容瞬间凝滞，不是别人，正是有着49成新生代第一人之称的王静安。这厮这会儿竟是主动跑到了山青来了，并且还跟张老爷子待在了一起，几个意思？这是冲着我来的？不怪叶松会这么想，主要是他并不认为以王静安的身份会跑到山青来见张老爷子一面。况且自己要是没猜错的话，在这之前王静安都应该不曾跟张老爷子正式谋过面。张老，小叶。看到叶松的刹那，张爱国意外不已的惊起呼声，而王静安则是一时间没能反应过来，神情略微恍惚的正在原地。你小子也是来这儿喝早茶的？我刚去过叶敬宁叶老那里，回来的路上没想到竟然还能偶遇上张老年。叶松笑应道，话口未完，瞥了一眼旁边的王静安，叶松再是道，不但偶遇上张老，还连咱们的王大少都给偶遇上了。这话一出，气氛顿时有些一变，即使是张爱国的老脸都不由轻轻一抖，毕竟他知道林家跟王家之间的宿敌之争，知道家世身份决定了叶松跟王静安不可能会是和谐友好的关系。我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叶董，呵呵。不知王大少这次来山青是干嘛的？就是最近没什么事，所以想着四处拜访一下各地官员跟一些德高望重、深受百姓爱戴的老干部们。这不第一站就定在了山青呢嘛，想着先拜访一下张老书记，然后再去拜访一下严怀立严省的。原本我是想着直接到张老书记的住处去拜访的，但想到过于冒昧，所以还是让人把张老书记给接到了这儿来。哦，这样的吗？我还以为王大少此番现身山青可能是奔着我来的，现在看来是我想多了。诚然，他此番现身山青的目的就是奔着叶松来的，计划是在山青走上一趟，将自己的态度跟诚意释放出来先，然后再伺机去找叶松，最后提一提紫禁智囊团的事儿。但没想到不但这么快就偶遇上了叶松，并且还被对方说出这种影响到自己后续计划的话来。不，其实说是奔着叶董来的也没错，毕竟我是想着先造访一下张老书记跟严省他们，之后再去好好见一见叶董的。没曾想缘分往往就是这么巧妙到这刚一到山青就遇上了叶董。王静安神情有些不太自然的笑说着，这让一旁张爱国的老眸一阵阵瞪大。从王静安跟叶松的对话中，作为前山青之主的他怎能听不出这些对话背后所释放出来的信息？似是那位家世不输于叶松的王家大少，颇有被叶松牵着鼻子走的意思，而且还是不打算反抗的那种。怎么着，王大少这是主打一出山不过来，我自向山走去吗？而后不待王静安应声，好了，王大少不是说打算拜访完严省他们之后再跟我好好见一见吗？那就先等王大少把自己的计划行程完成先，之后咱们再好好聊一聊，不着急。心中憋屈感一再滚作，但自知大势早已不在自己这边的王静安只能咬碎牙齿往不咽，继而强行挤出笑容来。行，那后续再找叶董好好聊一聊。没再去说太多，除了不经意间被叶松捕捉到那些稍纵即逝的不自然，全程大多时候看上去都是云淡风轻的王静安，在跟张爱国简单告辞几句后，便是先行洒脱离去。小叶，赶时间不赶时间的话，去我那里聊一聊。小叶，你跟王静安怎么一回事？什么怎么一回事？之前我以为碍于林家跟王家的宿敌对手关系，你跟王静安必定难免一番相争相斗，但刚才这么一看，似乎并不是我所想的那样，非但不是我所想的那般，他好像对你还有着深深忌惮，或者可以说是想着讨好你，这属实是有些匪夷所思了。殊不知叶松却是暂行将张爱国的这一作问给搁置，随即笑说反问道：张老，王静安找您都聊了些什么？没什么，如果从聊天内容上看的话，那就是一名晚辈对长辈的寻常拜访而已。不得不说，虽然我过去只是一个小小的山青之主，并且还已经退休了很多年，可是那位王大少由头到尾都对我行以足够的敬重，言谈举止间尽显人中龙凤之风。为此我不得不承认，除你之外，在我见过的所有年轻人当中，无人能出其右。他有提到过我吗？没有，正是因为没有提到过你，甚至是跟你相关的话题都没有，所以我才会不解他来拜访我的用意。毕竟我并不认为我张爱国一个退休几十年的老头值得他那种公子哥来拜访。
您老知道他被王家视为把林家给踩下去的未来希望吗？知道他被称为4、9城新生代第一人吗？这张爱国再次直溜瞪大起眼睛，王家的未来希望，4、9城新生代第一人。感情这么说来的话，叶松是已经将4、9城新生代第一人踩在了脚下。说来也是我低估他了，没想他竟是会主动跑来山青，并且对您老进行了拜访，甚至接下来还要去拜访严省。而无论是您老还是严省，都是我身边的亲近之人。基于这些，显然是他想变着乡弟对我释放一种友好态度了。叶松本是想用巴结或者讨好二字的，但想到这是在张老爷子面前，叶松还是替换成了友好。所以这才有了你刚才在酒店门口说到的那句“山不过来，我自向山走去”。对，不是，你跟他之间现在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么说吧，我让他向东，他就不敢向西；我让他滚回燕京，他绝不敢留在山青过夜。叶松嘴角微微上扬的傲然笑作：“我让他向东，他就不敢向西；我让他滚回燕京，他绝不敢留在山青过夜。”这话不仅让张爱国猛然僵直。你总是在刷新着我对你的认知上限，能告诉我那位王大少此番大费周章奔着你来的目的是什么吗？只能说我猜测他是想从我这边借势更进一步。从你身上解释更进一步？挺复杂的，而且还牵扯到智库那边。张爱国在为一怔，叶松这小子现在都升级到跟紫禁智库那边沾边了。还有王静安竟是需要在跟智库相关的问题上从叶松身上借势。一时间张爱国的老眉在惊愕中紧皱不已，但却没再问下去，毕竟他还不至于听不出叶松那些话外的敷衍搪塞。